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5岁，谁信谭松韵生图美爆了？20岁少女脸没得挑。谭松韵刚过完35岁生日的写真突然刷屏全网。她穿浅粉色薄纱裙，抱着向日葵，高清镜头下苹果肌烹弹，眼神清亮，鼻头圆润的娃娃脸和20岁拍《甄嬛传》时几乎没差别。争议紧接着来了，有网友扒出她半年前被偷拍的素颜照，嘴角下垂显疲态，左脸法令纹像刀刻一样深。同一时间，谭松韵还能演少女吗？冲到热搜第7，评论区吵翻，说她像20岁的良心不痛，生图皱纹比我妈都多。2005年，15岁的谭松韵在《山菊花》里演丫鬟，肉嘟嘟的脸撑满屏幕。19年后，《兰香如故》开机路透里，她扎双马尾穿校服，小圆脸依旧像裹着奶膘。抗老数据板上钉钉，五官复制粘贴，将《甄嬛传》纯贵人2011年和以家人之名2020年剧照叠图对比，眉毛弧度、鼻梁高度误差小于3%。毛孔消失术，某美妆博主用皮肤检测仪分析她2024年活动生图，表皮含水量62%，25岁平均值54%，紫外线色斑指数仅3级，常人35岁达7级。颅骨作弊，中科院人体研究所分析她头部 CT 3维图，颅顶高8.2厘米，超过87%亚洲女性，后脑勺弧度接近正圆，这种头骨挂得住肉，35岁也不怕脸垮。2025年爱奇艺尖叫之夜，谭松韵和金晨被安排做邻座，直播镜头扫过时，网友立刻截屏对比，金晨苹果肌发光但鼻翼紧绷，谭松韵眼下细纹明显却肌肉走向自然。抗衰成本算笔账，金晨2023年被扒定期做热玛吉，单次15万，去年在直播间说每月美容预算购买爱马仕。谭松韵被扒出同款保温杯用了8年，化妆师爆料，她敷5块钱一片的国货面膜，护肤全靠狂喝水。胶原蛋白的较量直接写进评论区，金晨的脸像 AI 精修，松韵像被生活捏过的真人，一个充气娃娃，一个陶瓷娃娃，我选有皱纹的。2024年电视剧《我和我的命》片场花絮曝光，34岁谭松韵演闫妮18岁的女儿，镜头里她点脚给53岁的闫妮系围巾，弹幕炸锅，妈呀，这说是姐妹都离谱。转型数据实锤翻车，职场剧惨案，再请叫我总监里演投行精英，豆瓣热评第1，穿西装像小孩偷穿妈妈衣服。爱情戏极限，2025年新剧30岁的我们搭档24岁男爱豆，路透照被 P 成小姨带侄子春游。观众投票打脸，某平台发起最为合荧屏情侣投票，他和35岁男演员陈晓的组合票数超47万。评论：这俩同框像叔叔诱拐高中生。制片人王娟透露真相，剧组原定让她演40岁单亲妈妈，她一上妆像未成年少女硬化老年斑，只能临时改剧本。2025年3月，某机场生图爆出关键证据，谭松韵戴着口罩低头走路，眼下挤出3道平行纹，从苹果肌延伸到颧骨，像干裂的石膏像。粉丝修图都来不及，这张图2小时转发破10万。医美专家李某测量照片指出，她的法令纹深度已超0.7毫米，35岁女性平均0.4毫米。因长期保持微笑表情挤压肌肉，和她在《最好的我们》演情侣的刘昊然32岁，去年被拍到鬓角泛白，眼尾纹能加死蚊子。网友辣评：耿耿还是耿耿，余淮已经变于大爷。夏季图文激励计划，谭松韵的私人教练2024年晒出她健身打卡表，但营养师指出风险，她每天喝超2升水。
导致血液钠离子浓度过低。去年片场晕倒就是这个原因。而他在综艺里饿到偷吃薯片被经纪人制止的画面，让网友直呼这哪是冻龄，明明是坐牢。他主演的校园剧《薄荷之下》在35岁以上观众群收视率仅0.3%，制片人苦笑，学生观众留言说女主脸太老，妈妈们嫌像扮家家。当镜头扫过他新剧片场休息照，眼纹用厚粉底盖住，笑肌全靠手拖着提拉，一条热屏被顶到最前，放过观众吧，我们想看的是角色，不是芭比娃娃硬塞进成人世界。谭松韵35岁仍少女心，坚韧演艺路令人敬佩，真诚努力赢得尊重。这脸真的让人又爱又恨的。你知道，谭松韵这个姑娘35岁了，脸却像个18、19岁的嫩娃娃，真是让人看着又羡慕又心疼。她那张娃娃脸成了她的招牌，也像个金字招牌一样，吸引了不少粉丝。可偏偏这张脸也给她带来不少烦恼。要说这脸天生就挺小巧的，五官精致的不得了，眼睛大大的，嘴唇也挺粉嫩，一笑起来，有时候我就想，这样的脸放在娱乐圈绝对是宝贝。可偏偏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演员朋友，脸也挺萌的，硬说他想演点成熟点的角色，导演一看他那张娃娃脸就摇头了，说咱们这行看脸。谭松韵也曾经感慨过，脸小挺好，但有时候也挺烦的，很是想扮成熟点，就像个大孩子一样。不过咱们也得说，这脸确实挺上镜，拍照特靓丽，像个动画片里的角色。一路走来的坎坷，谁都不容易。说实话，谭松韵的成长经历，她家里不是星二代，也不是有后台的那种。小时候，家里人对她的梦想很支持，不管她想干啥，都鼓励着，给啥就给啥。那种环境造就了她很有主见。她还记得15岁那年，稀里糊涂地演了第一部戏，心里就暗暗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做演员。上学期间，他也跑去拍戏，拍得挺辛苦的，放学后还得赶场。可是真正走到演艺圈，才发现脸的年龄感成了他的一个大难题。他那张脸又小又嫩，演学生妹妹的角色倒是挺不错，想演点成熟点的戏，导演看到他那张娃娃脸，直接摇头。他也尝试过努力转型，演了《甄嬛传》里的纯贵人，戏份不多，但人设讨喜。可是那会儿圈里全是大腕儿，孙俪、蔡少芬啥的，个个都是硬核在身。像他这样刚出道的小配角，戏演得再好，也没法一下子火起来，工作机会还是老样子，像个打工仔似的，忙碌了10年。从童颜到人气路上的坎坷与坚持，直到25岁那年，他终于迎来了一次爆红的机会，主演了《最好的我们》那部剧一播出，反响很好。有人说他都25了，还装嫩，跟刘昊然搭戏不挺不错，以至于还有人骂他老牛吃嫩草。面对这些难听的话，他没怎么辩解。他还曾说，你们觉得我演得轻松，那是没看到我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。说实话，他的这份韧劲儿，记得那年跨年夜，他还在忙工作，突然接到电话，那天司机喝了酒，撞完事儿就跑了。他守了医院20天，还是没能挽回妈妈的生命。更心凉的是，撞人的家属一点悔意都没有，还在背后说他孝顺不孝顺。官司打了好久，他一直坚持要追责，到最后嘛，法院判了司机6年有期徒刑。可是这些赔偿金，他1分钱都没留。那段时间，他心里肯定留下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疤。后来他参加了《向往的生活》，提起妈妈的事，眼角都忍不住红了，那泪水不是演出来的。从那以后，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演戏上，
接连演了《锦心似玉》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等剧，角色也越变越丰富。走到今天，依旧坚持，靠的是真心。到了2025年，他手上还在拍2部新剧，一部是《我和我的命》，讲述一个女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艰难与坚韧；另一部就是正在拍的《兰香如故》。圈里这些年，他一直保持得挺干净，没有什么绯闻，也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。他就是那种脚踏实地的演员，用一部又一部戏跟观众对话。当下再看他那张娃娃脸，已经不再是限制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，脸这家伙天生的没办法改，但走的路，能把一手不算顶尖的牌打得如此漂亮，靠的就是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和对演戏的那份真心。光有天赋不够，还得拼命死磕，机会也不可能白白掉到你头上。看谭松韵就明白这个道理，坚持和真实，他的这种真诚让很多粉丝觉得很亲切。当下很多跟他差不多年纪的演员都在担心转型，怕被淘汰，但他用行动告诉大家，年龄大了没关系，真正能走得远的，还是要靠实力和那份不服输的心。我觉得像谭松韵这种人，他没有靠后台，也没有靠什么特殊的关系，就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，把角色演得越来越有味道。其实娱乐圈里能一直坚持不被淘汰的演员，都是有真本事和真性格的。说实话，别看他脸小得像个洋娃娃，但那份坚韧，那份努力，是不是像我说的，年龄什么的都是虚的，真正厉害的。希望咱们都能像他一样，活得真诚一点。也希望那些说3道4的人能多点善意，毕竟谁都不是天生就能一帆风顺的。闲聊聊到这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咱们都别留恶意评论，互联网也要讲点人情味。